最近围绕牛阿胶事件，南海紧张局势骤然升温，而最近菲律宾更是一步步危险试探，早就脱离事件本身。而局势升级之际，会爆发冲突吗？最近这段时间，菲律宾海军先是和美国航母战斗群进行联合军演，向中国释放强硬信号。之后，本打算和平解决问题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更是一改沉默姿态，声称不排除发生流血冲突的可能性。不仅是口头上的，菲律宾还做出了实际行动。在4月21号，路透社刊文称，菲律宾最近几周加大了力度。菲律宾方面还表示，正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其领土和专属经济区。同时，杜特尔特已经下令当局继续主权巡逻，加强打击其领海内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监管的捕鱼。目前，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已经在该海域部署了9艘船只、1架海岸警卫队飞机、1艘警用船只和橡皮艇，包括菲律宾控制的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驻美大使公开叫嚣，西方盟友已经做好驰援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在关岛进行短暂补给后，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又掉头返回南海，这是美军这个月以来第2次进入该海域，这也是菲律宾调兵遣将的底气所在。关于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索贝哈纳表态，非军方正寻求各种手段，以和平方式维护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主权，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开战。同时他还透露，将准备学习中国，开始在南海造岛，是要比谁造得快吗？虽然菲律宾海军正向西菲律宾海又是调集军舰又是造岛，但是非国安顾问艾斯佩伦保证，目前局势紧张升温，但是不会发生热战，只有当我们的船只遭到袭击时才会引发冲突。但是在共同防卫条约下，当菲律宾遭受袭击时，美国会来帮助。但是艾斯佩伦表示，只有通过武力方式才能得到西菲律宾海，但我确信这是一场极难获胜的战争。与之观点相同的是，杜特尔特也曾表示，即使美国也无法迫使中国离开，而菲方承受不起战争的代价，而寄希望于美国会帮忙更是个笑话。真要是有什么冲突，美国航母肯定是跑得最快的。4月21号上午，美国空军一架 RC-135W 电子侦察机从日本空军基地进入南海活动，该军机先后沿广东、海南海岸线抵近侦察。与此同时，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从菲律宾拉克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南海侦察。日前，美国侦察机刚对黄海海域进行了持续侦察，如此频繁的侦察活动，在分析看来，这绝对不是巧合。值得注意的是，4月15号至20号，解放军正在南海以及台海海域展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演习的目的则是警告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领土怀有不良用心的域外势力。在解放军实弹演习开始的前一天，中国海事局就已经发布了公告，美军没有在演习期间闯入南海，但我军演习刚结束就再次闯入南海，摆明了就是在无视我军借实弹演习对美军释放出的警告。随着如今我国周边局势的不断恶化，我军演习的目的无疑是在警告好战分子不要在战争的边缘疯狂试探。可是美军军机仍然持续侦察，或许并不是挑衅那么简单。我国近段时间加大了在周边海域演习的力度，展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同时，也让好战分子感到恐慌。至此，美国想要利用好战分子对付中国，就要给这些好战分子撑腰，不断派出侦察机挑衅中国，来给好战分子加油打气。再者，解放军的装备在不断升级，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想要掌握我军的相关信息，就只能派出军机来我国周边频繁活动。只不过在此之前，需要找一个机会，一个能够掩盖自己真实目的的机会。这一次我军演习就是美军机进入南海窥探的好机会。然而就美军这点伎俩，我军会察觉不到吗？与其说美军的行动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倒不如说美军的行动正中我军下怀。美军机频频出现在我国周边海域，反倒暴露了美军如今在面对解放军时内心的虚弱。以前美国航母一出，根本无人敢与争锋。现在呢，罗斯福航母在南海活动，不仅对我国构不成威慑，反倒该航母进入南海后一直小心翼翼，生怕跟我国航母碰上。中国航母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就意味着美国航母的存在感越来越低。在现实面前，美军不得不低头。不得已的情况下，改变方案，开始派出侦察机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美军认为侦察机的调度非常灵活，
可以利用侦察机继续在中国周边增加存在感。可真的能够起到效果吗？这并不一定。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保卫自己领空领海的能力，美军机既然敢来，中国也不怕，正好能够借美军刷新解放军在世界各国眼里最初的印象。据环球时报4月22号的报道称，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首府奎达，一家酒店突然遭遇到了汽车炸弹的袭击。迄今为止，事故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12人受伤。据悉，这家酒店在不久前才刚刚接待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万幸的是，炸弹发生时，大使正在酒店外公干，并不在酒店内。目前，巴基斯坦方面有一个武装分子组织宣布对此负责。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中国大使是否是这次袭击的最终目标。尽管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一行动针对的对象是中国大使，但是已经有一些俾路支省的官员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为此，美欧的一些媒体也都把该事件的标题定性为针对中方人员。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正在恶化的开端。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大使前脚刚走，下榻酒店就遭遇遇袭，还造成了10余人伤亡。其中到底有何曲折？这又是一场有针对的袭击，还是谁想给中国一个下马威呢？有专家认为，这次袭击有3个特点。其一，袭击地点比较特殊。据了解，俾路支省原本是巴基斯坦境内相对偏远的一个省，但中巴经济走廊的明珠瓜达尔港正好位于该省。其二，发生袭击的时间比较特殊。如果是刻意针对的话，那为何是在大使出行后再袭击呢？其三，实施袭击的主体也比较特殊。虽然此次发动袭击的武装组织长期以来一直被巴基斯坦当局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但从客观上来说，该武装组织的主要活动区域并非俾路支省，而是开伯尔普什图省，特别是前联邦直辖部族区以及旁遮普省。在俾路支省的活动并不活跃，此次却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背后的动机非常蹊跷。从一些细节上来看，在去年年底，巴基斯坦公开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显示了印度正在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分子，目的则是蓄意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而目的则是为了延缓中国一带一路的脚步。不过，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在看到该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印度在背后作梗，而是美国。毕竟在不久前就有各种证据指向美国暗杀了伊朗的2把手苏莱曼尼，其前科实在是太多，让人不得不怀疑是美国在背后搅动风云。